家好，我是 Sylvia。我们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最近有什么天降大喜事呢？我们可以依照第一直觉来做选择哦。那如果难以选择的话，可以闭眼深呼吸，再睁开眼睛，选择你有感觉的选项就可以咯。那如果你同时对两组选项都有感觉的话，也可以两个选项都听听看，说不定呢都有宇宙要给你的讯息。选好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解牌环节咯。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贪狼的反牌、天月的反牌，还有死。选择这组的朋友呢，豪爽、风趣，充满好奇心哦，会喜欢探索新的事物，因此呢，十分聪明博学，而且呢，个性开放，做人比较圆滑热情，临场的反应快。那为人热情呢，随和又不无聊哦，交际手腕呢也相当的灵活，所以呢人缘很好，异性缘也很好，喜欢赚钱也懂得享乐，是个敢赚敢花的人，会花钱来满足你的精神享受。那对宗教玄学呢也会非常的有兴趣哦，但是这里是反牌哦，代表你最近的野心会比较大。但是呢，你的学识经历却撑不起你的欲望，或是呢什么都想要，可是执行力却不够，比较贪图享乐，做事呢缺乏动力，或是容易陷入感情的纷争哦。天月的反牌呢，表示目前你如果有想要追求的目标，如果有年长的女性来帮忙你的话，那事情呢会进行的比较顺利。但是这个贵人呢，目前还没有出现。那长生牌卡死，代表目前事情的发展呢是呈现失败或是结束的状态，你已经无力去改善问题，或是呢结束了一段关系哦，你已经无力回天。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了圣杯皇后的正位、权杖八逆位、宝剑五逆位、命运之轮的正位。还好目前的你呢，心态还算不错，你并不会因为事情进行的不顺利而感到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你还是能体贴身边的人，很为其他人着想，那也可能会常常做预知梦哦，有点多愁善感。只是有时候呢，在夜深人静之时，还是会感到忧愁而偷偷的掉眼泪哦。如果呢，你在期待一段新的恋情，那么对方呢，有可能不太常和你联络。那你最近手边呢，也可能有很多工作还没完成哦，或是呢，事情出现变化，让你无法顺利的完成。那最近在人际关系方面呢，有可能会和人出现有沟通困难的情形，或是容易和人有争论。那你可能会陷入其他人的战场，卷入其他人的战争哦，然后呢，感到伤痕累累，吃力不讨好。但是呢，这错并不是在你，你也没犯错，或是呢，你在职场上受到了别人的霸凌和压迫，让你感到有不公平或是不正义的能量。那不过还好，最后面呢抽到了命运之轮的正位，这代表着呢正向的改变和机会即将到来。那事情呢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改变哦，新的资讯呢即将涌入，你现在的处境呢即将得到改善。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选择第一组的朋友，最近在哪方面能迎来什么样天降的大喜事呢？最近哦，你的大喜事将会在人际关系的圆满和在个人事业成就的达成方面。塔罗牌抽到了圣杯二、世界牌、死神，还有圣杯侍者、鞭子、太阳、十字架、船跟幸运草。如果呢，你觉得很多事永远都是你在单方面付出，或是呢容易莫名感到空虚哦，还是呢你们的友谊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件事呢将会迎来改善，
你将会加深和身边的人的连结，那你的身边呢，也将会出现志同道合的伙伴，那能够陪伴你共同成长和分享生活中的喜悦。那世界牌呢，代表着胜利完满，你的努力呢将获得回报，你之前努力的目标即将完成哦。最近你的工作阶段呢即将走入尾声，那你所做的事情呢会得到大众的认可，你会得到你应得的声望，并且呢带着自信走向舞台中央，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那有可能呢可以取得晋升哦，或得到新的职位哦，你的地位呢将得到提升，那同时呢也能拥有更大的权利，你会收到属于你的礼物。如果家里呢最近在进行一些改装和装潢哦，都会顺利的完成。那最近呢也可能有机会参与一些聚会和旅行。但是这个死神牌呢，也代表着你在生活上的某个面向呢，将会迎来结束哦。你可能会和过去切割，你会离开你不满意的情境哦。比如说呢，你会搬离旧家，到一个新的环境，或是呢转换职业，与公司的伙伴拆伙，那会结束一段不适合你的感情关系。这也代表着呢，新的机会已经出现了。但是呢，在财务上哦，这段改变的时期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拮据哦。但是呢，你只要坚持下去，收入状况呢一定会改善的。转化和改变即将出现，你需要呢看清楚什么是你需要放掉的。那在未来，你的人际关系呢将会迎来正向的转变哦，身边的气氛呢会变得欢乐，你也将收到让你心情愉悦的好消息。那你的担忧和恐惧呢，很快的就会烟消云散了。你将会看到隧道的尽头的那一道光哦。那命运呢，有可能会突然的转向，或是原本看似没希望的事情会转好哦。就像刚刚的命运之轮一样哦，成功的时刻即将来临，你能获得成功的交易和喜悦的结果。所以呢，你必须乐观的看待事物的发展，并且呢，保持正向。等到时机来临之时呢，再放胆一搏。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呢？宇宙要你先照顾好自己哦，并且呢，专注于自己的需求。如果你常常呢会以别人的意见或是别人的考量为出发点，那宇宙呢要你必须从中找到平衡点，并且呢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太受他人意见的影响哦。现在的你呢，可能会被恐惧和匮乏感淹没，或是呢充满着不安全感。那宇宙让你放心哦，只要你勇于面对自己的恐惧，那么这些恐惧和匮乏感很快的就会消失于无形。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它，那这些情绪呢将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做事的态度。当我们被这些恐惧操控，那么我们害怕发生的事情，往往呢就会真的发生了。当然啦，这有可能是你对自己太严苛了，你应该多多的享受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哦。因为现在你人生最大的困难点在于，你要如何克服你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这是最难的。那宇宙呢，要你多多的疗愈你的太阳神经丛。我们可以多多观想自己身处在一道金黄色的阳光之中哦，并且提醒自己，我是宇宙钟爱的孩子。只有你的内心充满勇气与信心，你才能恢复活力哦。这样呢，能帮助你感到安全和充满自信，并且呢，能释放出自己的光芒。再来是松树精灵进化，还有青鸟精灵快乐。就像刚刚的死神牌一样，在你的生活中呢，宇宙正在帮你清理掉你不需要的东西哦。凡是对你没有用处，或是呢不支持你的，不能赋予你力量的，都要放掉。宇宙鼓励你呢，放掉生活中任何让你感到沉闷和阴暗的东西。那也是时候该断舍离了。如果你想要活得开心和灿烂，
那么在新的能量进来之前呢，你必须先放掉老旧的事物哦。你必须先将阻碍你前进的路障去除。如果你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打扫过房间了，或是呢家里堆积了很多旧有用不到的东西，那么这些呢都会让你的气场杂乱和能量昏暗哦。你可以试着清理这些旧有的用不到的事物，那花点时间呢净化你的环境和能量场，你将能感到更明亮哦。更璀璨的道路在你的面前。再来呢是青鸟精灵，这张牌呢代表的是欢乐的预兆。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你关注的事物呢将会带来增长。在未来，你所担忧的事将会消散，那你也能专注于生活中能带给你快乐的领域哦。那么你就会感到更加的繁荣和丰盛。再来是易经禅卡，抽到的是压抑、撤退和完成。那压抑和撤退这两张牌，跟刚刚塔罗牌里面的死神牌是一样的。这是一种被困住，但是呢，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去改变，或是如何突破这个困境。就像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段感情或是这份工作呢，已经不再适合自己。可是呢，当新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会宁可选择得过且过，那也不愿意呢去断尾求生是一样的。我们宁可呢选择待在这个困境中，也不愿意去改变，因为呢我们知道最差也就这样了。那你为何没有勇气去改变呢？让自己变好？而且呢，通常我们会有这种被困住的感觉，那并不是突来的意外哦。而是一步一步演变的，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哦，会经历生老病死，慢慢的走向衰亡一样。那这是无法掌控的过程。大自然会有这种收缩和扩张的循环，那人也是一样的。不管你目前呢碰到的是多么压抑的情况哦，你都要记住，光呢是隐藏在黑暗之中。在黑暗的中心呢，有一个小的光之种子。那生命中的困难呢，都是你的灵魂在刺激你，要让你从一个循环之中跳到另一个新的循环之中。那当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呢，周遭的气氛呢，已经变得很冰冷了。这些曾经支持你成长和扩张的能量已经不存在。你就不需要在这个困境中哦兜兜转转太久，就像死神牌一样，我们呢可以重新的评估生活中那些不再适合我们的人事物，并且选择放掉它或是离开它，或者是呢你可以选择退后一步，就像画面中的野雁一样哦，他们知道呢在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他们就必须离开了，否则呢他们将会陷入危险。那冬天已经快到了，他们就会进行迁移。当然了，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当你发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那这些过去支撑着你、保护着你的一切呢，已经不再能依赖的时候，只有选择放手，才有办法重新学习照顾好我们自己。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有丢掉而没有追求，那生命也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只会呢陷入另一个死循环。那宇宙要告诉你哦，你完全不需要害怕断离开这些旧有的人事物，因为呢后面就抽到了这张完成。这张牌呢跟刚刚的世界牌是不是很像？那这也代表着呢，当你选择了突破，你将能让你的能量回到力量的中心。那在未来你呢将能在你的旅程中达到高点。那这是你努力奋斗、训练所达成的理想，你将看到不同的风景。那你的决定和行动呢，将会决定你未来成功的深度和广度。再来是动物之灵神谕卡，抽到了秃鹰和海马精神。宇宙要提醒你哦，你所经历的任何痛苦都没有白费。从你的人生经历中所产生的这些人生智慧和历练，将是你永远的护身符。那无论你走到哪里，
这些历练呢都不会被夺走，而且永远只属于你。你永远有能力来使用这些人生智慧，来创造你生命中更美好的未来。那宇宙呢，要我们不要急着去否定你的过去哦。无论你的过去的经历是悲伤或愤怒，那这些呢，都会转化为你生活的宝藏，你最宝贵的珍宝。你将会看到你的成长。那海马的能量呢，是要我们放大自己的格局，并且呢，保持冷静，和刚刚撤退这张牌是一样的。这里一直在提到重复同样的讯息，也就是生活中那些不再适合我们的人事物。我们呢，可以选择放掉它，或是离开它，或者是你可以退后一步，并且呢，保持客观的立场来观察这一切。你将会发现哦，有无数的机会，其实呢，隐藏在所有的困难之中。再来，宝石卡抽到了祖母绿。选择这组的朋友呢，你们的内心哦，可能会拥有早熟的灵魂，那内心呢，也容易充满着不安全感。也许呢，是过往你所经历的挫折所导致的，或是呢，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影响。所以呢，你会显现出过人的成熟的一面，那也会喜欢和有智慧或有经验的长辈相处。那在感情中呢，你可能比较容易和你年纪相差比较大的人交往哦。你也呢，可以拥有多方面的才能和才华，那也能享受玩乐。那有时候呢，上司派给你的任务哦，可能是无理的，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拒绝。也许呢，你可以试试看创新哦，因为创新呢，可以为你带来新的契机。那你可以尝试开发新的流程，或是新的客户，这可以帮助你呢更上一层楼。那过去的错误的经验呢，也能让你更能掌握工作的环节。那有困难呢，也能迎刃而解。宇宙要你呢，不需要感到担心，因为呢，成功的未来将指日可待。再来是茶叶占卜卡，我们来看一下关键字和讯息。首先呢是太阳，那这显示着呢，在未来的你将迎来一段快乐与幸福的时光哦。那你之前努力的目标即将完成，跟刚刚塔罗牌的能量是一样的哦。你所做的事情呢，会得到大众的认可，你会得到你应得的声望，并且呢，带着自信走向舞台的中央，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那有可能呢，可以取得晋升哦，或是得到新的职位。那你的地位呢，将得到提升，同时也能拥有更大的权利。你会收到属于你的礼物，而且呢，如果最近的你感觉被困住了，手脚无法伸展，那么彩虹的能量呢，代表着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那你将往好的方向迈进哦，因为呢，后面又出现了这张篮子。这跟王冠是一样的哦，代表着你呢将能收到属于你的礼物和功勋。不过这边要小心哦，又出现了一张海马，这代表着呢有关于家庭事务的事情呢需要你去处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退后一步，那可以给彼此有更多的空间来冷静思考。如果家人呢或朋友有需要你选边站的状况哦，你应该保持客观的立场来面对这一切，并且呢保持冷静，以免公亲变事主，吃力又不讨好哦。再来，易经抽到的是第22卦的山火贲卦。那抽到这支卦呢，代表我们做人呢必须务实，而且脚踏实地，还要努力的充实自己，不要去向往昙花一现的虚荣哦，要有真才实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那也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那动爻为3爻，所以得到的下卦为震，震为雷，所以得到的是第27卦的山雷一卦。那一卦呢，也是提醒我们做人必须低调的自我提升和精进实力，并且呢养精蓄锐，等到时机到时呢，才能一展抱负，
实现自我的理想。最近的运势呢，适合低调的默默耕耘，不要呢做一点事就昭告天下，免得引来是非。那有想做的事呢，目前应该是在计划的阶段，不要太过着急。财运呢，还是适合存钱哦，不要轻易的投资。感情的方面要小心，因为言语的误解，双方呢会容易闹别扭。建议呢要多包容和体谅，那感情才会愉快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一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紫微破军的反牌，化禄地旺的反牌。俗话说人因梦想而伟大，那这句话呢用来形容你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了。那你是能勇于实现梦想的人，企图心强，有创意，而且呢目标远大，执行力佳，能够面对人生的挑战与失败，容易呢会自己创业，或是呢在大企业中独立掌管部门的人。不过这里是反牌哦，所以呢最近做事情容易有阻碍，或是呢进度停滞不前，无法达到目标，或是呢空有雄心壮志但是你的能力呢撑不起你的梦想，做事呢毫无规划，有点3分钟热度哦。或是呢投资没有评估好风险，花钱如流水。那最近呢会有借贷方面的问题，工作也容易不稳定，有可能呢会换工作。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了死神的正位，皇后的逆位，权杖8的正位，还有权杖9的逆位。最近的你呢，内心会想要断离开某些人事物你的心态呢正在发生转变，你有可能呢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会逼得自己想要做一些改变，或是呢你会放下原本执着的事物，但是呢这个选择不会是快乐的，甚至呢是有点苦涩那你已经下定决心想要活出不同的人生。不过最近的你呢可能自制力不足，会有过度花费的情形，那有可能会花了一些不应该花的钱，或是买一些根本用不到的东西，会有冲动性消费的情形那最近呢做事也会比较怠惰，或是提不起劲去完成该做的事项，但是你应该可以感觉到最近的运势有慢慢变好的感觉。那有可能会突然接到一些订单，或是突然收到委托，顾客呢有增加的趋势，你应该顺应情势去迎接令你欣喜的改变。那现在呢也是你必须重整态势的时候，你必须为你的未来呢做一些准备。现在的你呢还有很多困难或麻烦需要你去提防也许呢是因为你凡事都容易往最糟的方向去想，所以呢压力还不小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选择第2组的朋友，最近在哪方面能迎来什么样天降的大喜事呢？最近你的大喜事将会在个人事业成就的达成和感情的丰盛带来的幸福感。塔罗牌抽到了圣杯3、皇后、权杖6、金币骑士，还有塔、镰刀、爱心、房子跟女人。接下来的你看来运势还不错你能获得长久想望的成果，那也可以有开心交谈的朋友，那有可能会有一些庆祝的场合都能让你的心情明朗愉快，那你也能由衷呢感到欢喜，有可能呢是企划案的成功，或是你的问题能成功的解决了，所以你的心情呢轻松不少。那我们这边看到刚刚逆位的皇后转成正位了这代表着你呢能迎来一段物质和精神生活上都能充满丰盛的一段时光。那在工作薪资方面呢能够得到不错的回报，
这会让你呢很有安全感，那也能凭借着努力的工作，让自己获得不错的评价，你也能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那身处在竞争中的人呢，也能脱颖而出，获得胜利，或是达成你要的目标。未来的你呢，运势呢将有向上提升的趋势哦。你也能受到女性上司或女性长辈的照顾，让你呢能感受到被呵护的感觉。在感情方面呢，单身的朋友有机会透过聚会来认识新的朋友，最近的桃花运不错哦。多多打扮呢，会有助于你魅力的提升，容易在社交场合中会遇到喜欢的类型。那有想要表白的话，最近呢胜率也很高哦，渴望可以告白成功。有伴侣的朋友呢，则能和对方充满着热恋的感觉。那如果有想孕育新生命呢，最近也是不错的时机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呢？宇宙要你深入去探寻你内在的担忧和恐惧的源头哦。虽然呢，这个过程不会是舒服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你呢，已经渐渐的在走出恐惧了。如果呢，你最近有想要和人合作，那现在也正是好的时候哦。因为呢，生命是循环不息的，而此刻的你呢，正在经历着重生。那如果你最近特别在意某个领域方面的问题，例如金钱啊，或是爱情，那这都代表着一个好的征兆哦。你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最后是会有好的结局，所以呢，你应该放松一点，并且呢，留意细节哦。因为呢，担忧会减缓你创造奇迹的能力。那有时候呢，我们的人生过得就是很无聊哦，每天呢做着重复的工作，那同样的流程，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放开这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宇宙呢，要我们实际一点。人呢，因为有梦想而伟大，没错。但是呢，在我们完成梦想之前，还是得要先完成你现在手上的任务。所以呢，建议你在无趣的生活中也要和快乐的感觉保持连结，因为呢，这样能让你清除因为恐惧而产生的能量碎片。那你对生活的这种正面的态度，也会有助于你消除你内心的不安。再来是铃兰花仙子感恩和乌鸦精灵真相，还有风精灵知识。那宇宙呢，要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哦，因为呢，感恩是享有喜悦生活的秘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你应该放轻松，并且和快乐保持连结，因为呢，只有我们真心的怀着感谢之情，能为我们的内心带来幸福与平静。那因为担忧和焦虑会减缓你创造奇迹的能力哦。那乌鸦精灵这张牌跟刚刚天蝎座的能量是一样的，宇宙呢要我们去探求我们内心的担忧和恐惧的源头，并且呢放开生活中那些虚伪和不诚实的东西。因为呢我们常常会害怕被批评，或是被指责，不被接纳，而不敢太诚实而让自己说谎。不要忘了说了一个谎，可是要再说更多的谎来圆这个谎。而别人呢也不是傻子，不知道你说的不是实话，这有可能呢会让我们在他人的形象大打折扣。那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你的内在呢蕴藏着非凡的智慧泉源，你知道你该怎么做。那现在呢也是你展开新事业或计划的好时机。那你所想的事情呢，只要你谨慎计划，并且呢按部就班的去专注执行，那事情就会成功。那你内在的智慧呢，将引领你走向成功之路。再来是易经禅卡，抽到的是走在细线上，压抑和热心。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凡事呢都容易往最糟的方向去想，那所以内心的忧虑和恐惧能量很强哦。所以你做事呢常常会显得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
就像这个图面上的人呢，走在一个波涛汹涌水面的细线上，那每走一步呢，都会让你感到恐惧和胆战心惊。那这是一种被困住能量，但是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去改变，或是如何突破这个困境。那往前进呢，很可怕，但是待在原地也有可能因为不平衡而掉到水里。那就像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段感情或是这份工作已经不再适合自己，那可是当新的机会还没到来之前，我们会宁可选择得过且过，让自己呢活在恐惧之中，也不愿意去断尾求生是一样的。那我们宁可选择待在这个困境中，那也不愿意去改变，因为呢我们知道最差也就这样了。那你为何没有勇气去改变，让自己变好呢？而且呢，通常我们会有这种被困住的感觉，并不是突来的意外，而是一步一步演变的。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会经历生老病死，慢慢的走向衰亡一样，那这是无法掌控的过程。大自然呢会有这种收缩和扩张的循环，那人也是一样。不管你目前呢碰到的是多么压抑的情况，你都要记住哦，那光呢是隐藏在黑暗之中，在黑暗的中心呢有一个小的光之种子。那当这些过去支撑着你，保护着你的一切呢已经不再能依赖的时候，只有放手才有办法重新学习照顾好我们自己。那热心这张牌呢，代表着你能展现出影响力，你们是个天生的领袖。在不久的未来呢，将迎来一个可以让你发挥潜力的机会哦。那宇宙也要你抱持着喜悦之心，并勇于分享，并且呢，带着你的热忱勇往直前，你将能绽放你的光芒。再来是动物之灵神谕卡，抽到了鹦鹉精神还有蝴蝶精神。这里呢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讯息哦，就是说出真话，用爱说话，并且呢不要说谎，不要吝啬呢说出赞美和感谢的话语，并且呢常怀感恩之心哦，因为呢感恩是享有喜悦生活的秘诀。那蝴蝶精神呢是代表目前的你正在经历一个能量的转化，那这个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哦，而且不会是舒服的，因为呢你将跨出舒适圈，并且放弃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人事物，或是抛开过去的生活形式。那过去的那些能量呢已经不再适合新的你，在未来的你呢将经历一个奇迹，你将迎来蜕变，那你也能经历转变来匹配出新的自我。那如果现在的你呢正面临着一个选择哦，你可以试试看做出有别于以往不同的选择。那只有做出不同的决定，你才能走向人生不同的新道路。再来宝石卡抽到了蓝玉髓，宇宙呢要我们保持诚恳的谈话，这跟刚刚的讯息都是一样的哦，就像呢温柔的情话讲多了，有可能呢会让人觉得不够诚恳，甚至呢哪句是真的，哪句是欺骗的，连自己也弄糊涂了。这组的朋友呢可能有好嚼舌根的毛病哦，你应该避免呢让语言成为花而不实的功用。那你也是个热爱家居生活的人，你可能呢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存钱买房，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美好又安稳的小窝，那不用去烦恼现实上的问题。而你未来呢也能继续的创造佳绩，能尽情挥洒，将你潜藏的生命力唤醒，摆脱困境，创造属于你的生命力。再来是茶叶占卜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键字和讯息。首先是蝎子，那这里指的是一个小人的能量哦。那这个能量呢，有可能是一个对你不利的力量，或是呢有人会在你和朋友之间散发一些谣言哦，或在呢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和东西之间从中作梗。那有可能是同事之间，或是感情方面的竞争哦，你要多多的留意。再来是火，
相对应的是花束。那这代表着呢，你将会经历一个强烈的情绪，那有可能是来自仰慕者的赞美。那这里比较多显示的是来自感情对象的认同和支持，你将能感受到被爱和快乐的氛围哦。那破掉的杯子呢，代表呢你最近对生活的一些种种的不满意，将会燃起你极大的热情和动力，去实现改变和计划你的未来。那你也将能带着满满的热情去迎向挑战。再来是要注意你的健康，那要注意的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哦。你有可能呢因为压抑或担忧，那有时候会容易心律不整，或是呢感到心痛。那建议你感到不舒服，可以去寻求医师的协助。当然啦，这里也包含着断舍离的能量。那有可能你会因为离开了某些不适合你的人事物，在短时间内呢适应不良，而心里多多少少会产生了一些失落感。再来是有关法律方面的相关事务，那这有可能呢会让你感到被束缚或是沮丧。那如果有想要和解的话，会建议你姿态要放低一点，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或是呢可以冷静一下，先沉淀一下自己的情绪，再来好好谈，才不会呢越谈越糟哦。那最后是孔雀，这是提醒我们呢，不要因为一点小成就就感到骄傲哦，应该呢保持低调，而且要持续的耕耘，最后才能成功的克服问题，达成你的目标哦。再来易经抽到的是第5卦的水天须卦，抽到这支卦呢，代表目前所求之事还必须要等待遮蔽阳光的云雾消散之后，事情才会明朗。因为呢，黎明前分外黑暗。这支卦呢，是考验着我们的奋斗心、忍耐力，还有自我约束的能力。那我们必须耐心的等待好时机的降临，就能获得最后的成功与胜利。那动爻为上爻，所以得到的上卦为巽，巽为风，所以呢，得到的是第9卦的风天小畜卦。那小畜呢，指的是蓄养、积蓄、集合的意思。那这代表着你不必担心自己目前资源不足，因为呢，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你有理想、有毅力，低调随缘，一步一脚印，沉住气，往下生根，最后呢，能皇天不负有心人哦，成功呢会与你同在。那最近的运势呢，急不得，要沉住气哦，继续努力奋斗，最后是能成功的。财运呢，应该以守为攻会比较好。那想要开创事业哦，要秉持着屡败屡战的精神，就可以成功。有诉讼纠纷呢，自己着急没有用，对方不急着解决，所以呢，先冷静一下，再来处理吧。以上呢，就是今天第2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3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廉贞、禄存的反牌，还有沐浴的反牌。选择这组的朋友呢，聪明、能力好、自尊心强、出色过人。那心底呢，有一股不甘居于人后的傲气哦。那为了证明自己的好，可以自律精进，自我约束能力强。人缘不错哦，很擅长做外交。不过呢，自身的气场强大，而且有些混乱，所以比较容易会有阴阳界的经验，或是宗教的体验。那最近比较容易呢，因为投资和财务问题而烦恼，精神方面比较紧张，无法放松。沐浴的反牌呢，出现在这里，代表你们现在内心有想做的这件事，目前缘分还没到，或是呢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了月亮的正位、圣杯7的正位、金币6的正位，还有金币国王的正位。最近内心呢觉得有点忧虑哦，对于未来前途茫茫感到无所适从。
那你可能呢最近会变得敏感又多梦，你有可能呢对你生活中的某个面向或状况感到失望，比如说呢想要整修房子，可是呢却发现原物料和薪资高涨，那让你的成本呢超出控制。那也有可能呢你刚刚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或刚到了一个新的职场，因为在我看来呢你目前的能量看起来都还算不错，那有可能你的人生呢正面临一些抉择和困惑，那摆在你面前有好多的选择，但是呢有一些看起来像是虚幻的泡泡，那你会害怕有幻想破灭的那天。你是一个格局很高的人哦，这也有可能呢是你在人生中追求的事物标准比较高，所以呢才会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你是不是不能再因为一些小事而开心起来了呢？试着找回初心吧，因为呢只要不踏出舒适圈，不去尝试一些新的挑战，好像呢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你发自内心感到喜悦哦。那最近的你呢有一项新的计划似乎已经展开了，那你将展开行动去实现你的梦想和愿景。那最近的你呢有可能会得到一笔钱，那可能是一笔奖金，或是呢贷款已经通过审核，那你将可以运用这笔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或事业。那你的财运呢在最近也将获得提升哦。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选择第3组的朋友，最近在哪方面能迎来什么样天降的大喜事呢？最近你的大喜事将会是在人气爆棚迎来的好名声，还有财务进账迎来的丰盛。塔罗牌抽到了圣杯2、命运之轮、权杖6、权杖侍者，还有月亮、星星、男人、书和鱼。那在未来的你呢，将能和身边的人建立更深刻的连结哦。那不过呢，你本来人缘就不错，那这也象征着你呢，能在付出与接受之间感受到情感的流动。那这份流动呢，是双向交流的，不只是单方面付出。那你也将能和人合作，而且呢，这段合作是建立在双方交谈甚欢、沟通顺畅的感觉。那对方呢会愿意跟你合作，是因为喜欢你、信任你，而不是呢跟你合作会得到多少的利益。而命运之轮呢也将开始转动，你将能带来好的转变，能为你的生命呢开启新的篇章。你将不会再发现你只是一个空转的轮子，而是一套设计精密的齿轮，环环相扣。你行走的每一步呢都将更有意义。当然了，这也代表着你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迎接新的改变，而且呢，你也已经准备好要让自己接受好运的降临。你只需要呢，相信此刻生命的安排并且相信自己有力量承受好运的代价。那这也代表着你呢，即将进入一段新的事业，或是可以展开新的生活。那建议你要把握机会因为你接下来要迎来的是你生命的转捩点。你不应该死守着过去你要试着去尝试新的可能，并且打开心胸去接受，不断的学习。那这组的朋友呢，能量很好后面呢又抽到了权杖6和权杖侍者，你们的人缘很好。那如果你从事的是需要人气的工作，或是呢有经营自己的品牌，或是有经营一些社群媒体，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你呢也能赢得掌声和外界的肯定。那你的人气呢会让你更看重自己的使命与影响力在未来的你呢也将会投入自己喜欢或有兴趣的领域可以燃烧自己的热情。将荣耀握在手中的时刻即将来临。那你过去呢心无旁骛，认真累积修养的过去呢将会得到回报，成功的拿下一场胜利。那你将能看到隧道终点的那一道光得到众人的拥戴，而你呢也能乐于和朋友分享。
你是个会呼朋引伴的人哦，不是属于独乐乐的人。在未来的你呢，也可以遇到能建立信任关系的人，只要相信他，并跟随他的脚步，共同开创出美好的未来，你也将因此而得到财务方面的丰盛。我们可以看到鱼这张牌哦，离人物牌很近，这代表着你想从事的专案或事业将会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呢，可以赚进大笔的财富，可以提升你的收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呢？宇宙要你信任你自己哦，因为呢，没有人是完美的，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呢，你即将开始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是一个格局很高的人，那对自己呢也要求比较严苛，你在人生中追求的事物标准比较高，所以呢很难可以获得令你满意的结果。但是宇宙要你不要老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你应该要认识自己的才能和长处，因为呢你是一个独特而且美丽的灵魂，就像月亮牌一样。现在的你呢，可能常常感到忧虑或紧张，因为呢，你害怕你的梦想或目标不会实现哦，或是呢，只是虚幻的泡泡，一戳就破。那宇宙要你不要那么紧张，建议你呢，可以到户外走走，或是常常做深呼吸来平缓自己的情绪。那因为过度的紧张呢，对事情的进展没有帮助哦，那也会让你无法专注。过度焦虑，而且呢，抓得越紧，就越容易适得其反。如果现在的你呢，感觉到被困住了，那宇宙要你放松一点哦，给自己和其他的人事物一点空间。这样呢，你将会发现你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没那么困难。那有时候呢，你必须要学着放手，退后一步呢，才能看到更广阔的视野。再来是森林神殿开悟和小淘气精灵玩乐，这张牌很可爱哦。那就像刚刚说的哦，你要退后一步才能看到更广阔的视野。有时候呢，我们人呢会习惯的从个人的意识和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这并没有错，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呢，这样狭隘的视野也会限制住我们的发展和可能性。片面和固执的人生观会阻碍无限的光和喜悦流进你的生命哦，那也会阻碍你与造物主的连结。而过于严守信念呢，也会阻碍美好的机会涌入我们的生活。那只要我们愿意跳脱出自己有限的观点，那从其他人的角度呢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呢将会变得更开阔。那最近你的能量呢正在朝好的方向改变哦。有时呢我们必须放掉旧的信念，才能让新的道路出现哦。这组的朋友呢可能真的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这里呢一直在出现要放松的消息哦。你需要做的呢就是让自己开心。如果你的生活呢觉得有点喘不过气了，那生活的责任呢与努力的工作堵塞了你的生命能量，那宇宙要你适时的让自己休息玩乐一下了，跟这些画面上的玩乐精灵一样，试着拥抱你的纯真，做一些有趣的事来滋养自己。因为呢喜悦哦就像食物一样，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元素哦，缺一不可。再来易经禅卡抽到的是革新、减少和压抑。这里呢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讯息哦。有时呢我们必须放掉旧的信念，才能让新的道路出现。当旧有的固执和片面的人生观被抛弃，那新的呢才会来取而代之。不管旧的能量或思绪呢让我们感到如何的不舒服，但是呢我们总会选择待在原地哦。因为呢最差的就是这样了，我们常常选择让自己留在最差劲的位置，却没有勇气呢让自己走向更好的地方。就像呢小时候穿的鞋子哦，我们现在一定不会想穿，因为那个疼痛呢是很难忍受的，而且呢也会限制我们的行动。
那我们总是呢要等到逼不得已痛到不能再痛，才会让自己改变。那宇宙呢要你放掉旧的，因为呢新的能量呢即将进来，你应该尽可能挪出空间，来让这样好的能量可以进来。那减少这张牌呢也是一样的概念，我们应该放掉生活中那些不适合你的旧能量，是时候呢该瘦身了。我们呢只需要保存那些主要的，也要减少过度的开销减少购买呢那些看似用不到的物品，以免呢你的资源被用尽。再来，动物之灵神谕卡抽到了老鼠精神和水牛精神。那宇宙呢要你关注一些小细节你是一个看大格局的人但是呢有时候会忽略细节的重要性。那这些微小的东西呢有可能比你想的更重要更强大。那你需要呢仔细去观察工作呢和生活中那些细微的差异，那这会让你产生不同的观点。那水牛呢象征的是丰盛宇宙要你把头脑那些焦虑、担忧和贫乏的意识抛开。你可能呢对未来忧虑的过多了，总是想着最坏的打算。那拿到一笔钱你会想着万一这笔钱花光了怎么办？有点过度的杞人忧天了。那宇宙呢要你只需要抱持着感恩之心你应该感谢这笔钱的到来，怎么会是害怕失去呢？因为呢感激会让你成为奇迹的磁铁，可以和你的最高精神一起来创造现实。只要你心怀感谢你将能拥有显化的魔力你内心的恐惧和缺乏，这些思想的病毒呢只会引诱着我们进入更黑暗的深渊再来，宝石卡抽到了象牙。那你是一个格局很高的人，而你呢也已经走了好远好远，宇宙呢也会继续引导你走往正确的方向。那有可能呢你已经习惯了旧有的模式或是呢单调的职务让你感到乏味。你可以试着走出舒适区，因为呢外界并不如你想象中的可怕，所有的恐惧呢都是来自于你的想象当你跨出第一步时呢，新的资源就会因此而产生，那新的创意和点子呢也会从脑中涌现。这些呢都源自于你愿意做好改变。那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呢是不是常常优柔寡断，无法下决定呢？那有时候呢会希望让别人来决定你的选择但是你别忘了生命是自己的，自己呢才是生命的主人。这组的朋友呢要多注意钙质的摄取有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当天气转换时呢，有一些隐疾也会困扰着你影响你的心情建议要多注意营养的摄取和均衡，那这些呢将能得到改善。再来是茶叶占卜卡，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关键字或讯息要告诉我们呢？首先是一个公告，那这可能呢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因为呢这里看似是一个有点难过的讯息或是呢你原本期待的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让你有点失望可能需要你留心一下。那再来是船，这代表呢将有一笔钱或奖金会来到你的生活你的财运还不错一直看到金钱的讯息。那再来呢是会有小人的能量，那这个小人呢会让你的心情无法放松也会让你感到很忧虑。再来呢是会有新的事物，这代表着呢一份新的工作或是薪水的入账，那都能带给你满足感再来是杯子，这个跟刚刚小人的能量很像可能你会遭受到一些批评，或是呢听到背后有人在议论你，那这都会让你感到很受伤不过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太在意这些，因为呢这嘴长在别人身上，他要怎么说呢我们无法控制，那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做好自己的工作即可，因为你的能量还不错容易呢会招来别人的嫉妒，那在未来呢还有更多新的机会和可能性
正在等着你，你将能成功解决现在目前困扰着你的问题。所以呢，你不需要因为别人的碎嘴或是一些小阻碍就感到气馁哦。你是一个格局颇大的人，不需要在意这些恶意的能量。那你现在呢，只需要专注在显化你的美好和丰盛即可。因为呢，这些打不倒你的，最终呢，将成为你成长的动力和能源。再来，易经抽到的是第13卦的天火同人卦。抽到这支卦呢，代表着最近的运势不错，生气蓬勃，人缘也不错，能够和人合作互利哦，创造双赢的结果。那最重要的是呢，应该要无私无我，团结合作，自然呢能得到贵人相助，就能事半功倍，愿望呢会加速的达成哦。那动爻为4爻，所以得到的上卦为巽，巽为风，所以得到的是第37卦的风火家人卦。正所谓两人同心，其利断金，而家呢是我们的基础和起源。这支卦是在说家族大家同心协力，奋发图强，可以成就极大的事业和发展。也就是呢，和身边的人各司其职，尽责守分，将能达成双赢哦。最近的运势很好，人际关系更好，这会让你呢运势看涨，左右逢源。财运呢会有贵人指引，进账不少。那有想要做的事呢，可以求助亲人好友，他们会帮助你能够水到渠成。夫妻感情也不错，家运兴旺。最近呢，如果转换了新的职场，会有贵人帮助哦，也能获得上司的喜爱。那如果呢是有诉讼纠纷，双方都会以和为贵，容易圆满的解决纷争。以上呢就是今天第3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